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佛教。佛教的目的是什么？它讲的是什么道理？佛教在以前很兴盛，但是现在是科技时代、数字时代，佛教是否已经落后，未来要淘汰了呢？想要逃避灾祸和各种苦难，最好是不是学佛？成了佛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既然这个世界是火坑，学佛又很费功夫，是不是干脆弄点毒药自己结束生命，这样不是一了百了，立刻跳出火坑了吗？人死了后，灵魂再去转生，这是真的吗？转生会有六道轮回，这是真的吗？这六道里面又是怎么分高低的？怎样才可以跳出轮回呢？凭着良心多行善事，能跳出轮回吗？常听人说，人的生死是玉皇大帝和阎王掌管着的。既然说学佛可以脱离轮回，难道佛也管得着这些事吗？我不愿意死，怎么早晚都要死呢？我愿意上天堂，怎么往往入地狱呢？你却说生死其实全是自己掌管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些好人往往遭遇不幸的事，作恶的人倒反而运气很好。你说的因果报应怎么讲得通呢？阎王、判官、城隍、土地究竟有没有呢？要不要供养他们？那玉皇大帝呢？那神仙呢？灵物大仙一类的东西，比如民间传说中的五仙：狐仙、黄仙、白仙、牛仙、灰仙，如果不恭敬他，他做起怪来怎么办呢？佛既然也管不着我们的福祸，自然我们也不用恭敬他了，对吗？还有菩萨呢？我们应该恭敬菩萨吗？不学佛的人除了信仰佛菩萨之外，再供养一些天仙鬼神，是不是更好呢？比如有些庙里的各类神祇和娘娘，求事求财、求病早愈、求灾免祸，也很灵验，我们难道不要去恭敬他们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聊零基础佛教入门2，佛教的目的是什么？它讲的是什么道理？今天的话题呢都非常有趣，内容呢有点长，看到最后哦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。佛教在以前虽然很兴盛，但现在已经是数码科技时代，佛教会过时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佛教的确会过时，而且佛教中的很多内容已经过时了。不过这里说的过时，并不是说佛教跟不上现在的时代的发展而被时代淘汰了，恰恰相反，是时代已经够不上佛教的高度而被佛教淘汰了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一场讲法下来，几百几千人正果，那是圣人满地走的时代。而放眼如今，连开悟的人都是凤毛麟角，就更不要提正果了。随着时代的推移，众生的根基和悟性逐渐下降，只能不断的退而求其次，从解脱退到禅定，从禅定退到读诵多闻，从读诵多闻退到立塔造寺，越来越多的内容，由于众生不堪羞耻，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过时了。其实不仅佛教是这样，道家也同样在不断的退而求其次。道德经里说，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到了今天，佛法中的干货已经基本退失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多半也都只是一些周边而已，比如所谓的心灵鸡汤、人生智慧，比如社会慈善公益事业，其实这实际上相当于买椟还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代的时代虽然比不上佛陀时代，但是相比于万年以后的法灭时代，还是要好处太多太多了。因为那个时候佛法是彻彻底底过时了，任何相关的只言片语都找不到。从释迦佛出世到弥勒佛出世的56亿7千万年之间，佛法流行的时代只不过短短1万多年，连其中的1/1000都没有占到。也就是说，这其中99.99%以上的时间，佛教都处于完全过时的状态。这么一想，能够出生在今天这样的时代，并且得到人生，进而听闻佛法，欢喜信受，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。2，佛教的书籍太多太深，看不懂，能不能讲一些通俗易懂的道理来听听呢？可以的。现在的人不是经常谈论平等、博爱、自由吗？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。他所说的众生并不是专指人类，而是连一切有生命的动物都包括在内，猫、狗、牛、马等都一样可以成佛，因为他们也有佛性。
等到成佛后，也就和释迦牟尼佛处于同等地位，这才是真平等。既然猫狗牛马等都有佛性，所以我们要爱护它，应该和爱护人类一样，这才叫真博爱。佛教是专门研究解除苦恼的办法的，等到苦恼断尽了，心里无挂无碍，无忧无虑，这才是真自由。由此可知，佛教的道理不但不和现在的学说违反，并且更彻底一些。如果人人都按照佛说的法去做，世间也不会有兵刀战祸的劫难。况且这只不过是极其浅近的道理，至于高深的理论更是无穷无尽。3. 这么说来，想要逃避灾祸和各种苦难，最好就是学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不过学佛的好处却不仅仅是可以避免灾难，学佛的人所希望的最终目的是将来也能成佛，和释迦牟尼佛一样。4. 请问成了佛有什么好处呢？要知道作为一尊佛的好处，应先明白众生的不好之处。拿我们人类来说，我们一生下来就和苦恼生死签订了合同，舍难分，拒不忍，恩怨情仇纠缠不休，还有天灾意外祸患，任你有钱有势，灾祸还是不期而至。即使这些都可以摆脱得了，却没有不病不老，更不能不死，这都是因祸造业，因业受苦的自然规律。佛已经觉醒圆满，了脱生死，进入了涅槃，可以不受以上所说的种种苦难，这便是成佛的最大好处。佛看见我们受苦，特地教我们许多成佛的方法，使我们脱离这个火坑，改造这个火坑。5. 既然这个世界是个火坑，学佛又很费功夫，干脆弄点毒药自己结束生命，这样是不是一了百了，就立刻跳出火坑了吗？这是大错特错。照佛经来说，自杀寻死是有大罪的，在转生时所得的报应将会更苦，那是跳到火坑更深的地方去了。自杀的人往往长劫沉沦轨道，非常痛苦。这个世界虽然是火坑，只要大家肯发心学佛，也就是提升精神能量，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改造成乐园的。这便是佛教的积极精神。要知道，死后并不是一切都完了，以后还要转生。6. 人死了以后，灵魂再去转生，这是真的吗？古今中外，历史上记载的死后转生和借尸还魂的故事数不胜数，即便是到现代，也时常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。一般人所说的灵魂，在佛学上叫做神识。人的肉身死了，他的神识是永远不死的。神识根据他生前行为的善恶，或者升天，或者再转生做人，或者做阿修罗，或者变成畜生，或者变成恶鬼，或者入地狱。这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就叫做六道。等这一道报受完了，再转去另一道，这样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来回轮转，永远没有停止的一天，这就叫六道轮回。7. 关于因果的道理，因果的道理很明显，只因我们被妄心所迷，我执所缚，本有的智慧被成熟中名利等念头蒙蔽了，日常的一举一动无不落在因果轮回之中，但自己却一点也不觉得。因就是事情的起因，无因绝不能成事；果就是事情的结果，无论什么事，不做则已，做了总免不了要结果的。果之随因，如影之随形。因果概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。一是现因现果，比如敲钟，立刻就可以发出声音；比如播种，春种秋收；比如有不良嗜好或者畏难苟安，日后就要冻饿而死。这3个层次虽然得果的早晚不同，但全属于现因现果。2是过去式的因果，比如生在富人和贫穷人家的孩子，其享受是不同的。那些出生的小孩在今生本没有造什么因，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差别遭遇，但其实这是前世个人已经造下不同的因，所以今生才得到不同的果报。3是未来式的因果，比如甲乙两人多年前都造了因善恶不同的因，但总是看不到他们应得的果报。要知道，即使今生得不到，来生一定逃不了。因果经说，欲知过去因，见其现在果；欲知未来果，看其现在因。这说明因果的关系是错不了的，消灭不了的。8. 这6道里面哪几道是好的呢？比较起来，天道最享福，寿命也最长；人道是享福，但也受罪。再往下，一道不如一道。
恶鬼和地狱所受的罪是不堪设想的。9，那么有没有升到天道上去享乐的方法呢？方法虽有，不过我们却不应该希望升在天上，因为无论在哪一道里，等到报应完了，就要转到其他的道里去。升到天上，就算做玉皇大帝，等到天福享尽了，也非死不可。死后仍旧可能到畜生或者其他道里去受罪。只要落到6道里去，就没有一处是安身之地。要想永久的安乐，就要跳出轮回。10，怎样才能跳出轮回呢？学佛。11，我们凭着良心多行善事，不能跳出轮回吗？不行。行善的人将来能升到天道或人道，享受好的报应。可是这些享受不是长久的，要长久就要脱离6道轮回。要脱离6道轮回，非学佛不可，但凭行善是不够的。12，常言道，人的生死是由玉皇大帝和阎王掌管的。既然说学佛可以脱离轮回，难道佛也管得着这些事吗？其实你的生死不但玉皇大帝和阎王管不着，就是佛也管不着，只有你自己能掌管，因为其实你自己就是佛。13，我不愿意死，怎么早晚都要死呢？我愿意上天堂，怎么往往入地狱呢？你说生死全是自己掌管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只要懂得因果的道理，就不难了解。有因就有果，有果必有因。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因，所得的报应就是果。比方说，你今生的行为合乎人的道理，那么你来生就还是个人；你今生的行为和天道相似，那么来生就能升天。其他各道都是这样，这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一样，都是自然而然、毫不奇怪的事。你种的是豆，神不能把它变成一株瓜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种的是人的因，神自然不能强行把你变成畜生。再说的简明一点，就是做善的得福，做恶的得祸。做善做恶当然由你自己做主，那么生死祸福也就是由你自己掌管着的。14，有些好人往往遭遇不幸的事，作恶的人反倒运气很好。你说的因果报应怎么讲得通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比方种树，种子刚下到土里，立刻就能结果吗？比方借钱给人家，哪有才交给他就立刻让他还来呢？佛教讲的因果报应是包括前生、今生、来世3世来说的。有的前生造成的因，今生才结果；有的今生造成的因，当生就结果；有的今生造成的因，隔几生、几十生或者几十万生以后才结果。这就和种树的结果有早有晚一样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15，关于神仙精怪，阎王、判官、城隍、土地究竟有没有呢？有是有的，不过他们和世间的法官一样，只能按照法律办事。你不犯法，他们怎么也管不着你的。要不要供养他们呢？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在轮回之中，但他们造了善业，有福德，我们应向他们表示敬意，但不必像佛菩萨那样供养他们。玉皇大天尊呢？玉皇也在轮回之中，但他是护法天神，我们也应当对他表示敬意。神仙呢？神仙有天仙、地仙等等不同，或属天道，或属人道，都是6道众生。但佛弟子追求的境界，或者说文明等级要更高一阶，因为佛弟子是要了生死、出三界的。灵悟大仙以内的精怪，比如民间传说中的五仙、狐仙、黄仙、白仙、柳仙、灰仙等，需要恭敬吗？如果不恭敬他做起怪来怎么办呢？狐狸之牛都在畜生道中，用不着恭敬他们。学佛的人是天上的神都要来恭敬的，妖魔鬼祟又怎敢来作怪呢？既然学佛，当普度众生，虽不要恭敬他，但也不要妨碍他才是。16，佛既然也管不了我们的福祸，自然我们也不用恭敬他了，对吗？那就不对了。我们既然想脱离轮回，就要照着佛的教导去学，那么佛就是我们的老师了。你不去恭敬老师，那还算是个学生吗？还有菩萨呢，我们应该恭敬他们吗？菩萨是梵音，按照原来的意思翻译就是觉悟众生。因为众生不觉，菩萨就将他们觉悟到的道理来教化众生，觉悟众生。菩萨的慈悲心很切，他们专门帮助佛来度脱众生。拿学校来比方，佛是校长，菩萨是教员，那么学生恭敬教员是自然的事情。17，我们学佛的人除了信仰佛
菩萨以外，再供养一些天仙鬼神，是不是更好？因为有些庙里各类神祇和娘娘很灵验，求事、求财、求病早愈、求消灾免祸，也很有感应。我们难道不要去恭敬他们吗？有的鬼神的确也有一些灵感，可以满足你的所求，但总的来说，不如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大、神通广，直接去求观世音菩萨，可以获得更迅速、更圆满的效果。而且信仰了观世音菩萨，还能开发智慧，消除人生各种烦恼和痛苦。还有，因为你要成佛，需一心一意的学佛才行。如果你一面与佛菩萨接近，一面又和鬼神来往，自然心里不专了。等到临终的时候，可能会把佛忘记，一直跑到鬼道里去也说不定。好，今天的内容主要是聊佛教讲的是什么道理，它的目的是什么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，有任何感想请留言，我们下次见。